新年快乐！这几天应该有很多聚餐聚会，而且每天熬夜。那要怎样才可以让我们不在这一个星期突然爆肥呢？嗨，大家好，我是食品科学营养毕业，目前还想学习更多的素怡。其实，在减肥期间很容易长胖的原因主要有3点哦。第一就是有热量爆表的传统食物，像是年糕、炸春卷，还有满桌的糖果零食，想要不肥都难啊。第二就是我们聚餐频率超高，每天都是大聚会、大鱼大肉的，让我们的胃都没有时间可以休息。第三，运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过年期间就是要吃吃喝喝加睡觉啊，哪里还有力气运动是不是？那难道新年期间我们就只能爆肥吗？其实只要我们每一天都有掌握这几个技巧，就可以让我们好好的享受新年，享受美食，又可以稳住我们的体重哦。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新年期间怎么样可以不爆肥。首先，如果是有吃火锅类型的聚餐，要注意这5点。选择的肉类尽量要原型肉类，不要是那种加工食品，像是肉丸、鱼丸或是香肠类的，然后着重在好的蛋白质。汤的味道尽量不要太咸，如果你常常有吃火锅就知道我们越煮它会越咸嘛，所以一开始不用那么咸没有关系的，你还是可以享受到足够的味道的。第三，记得之前如果吃的咸会怎么样嘛，就是我们的钠含量会增高，所以就记得搭配一些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会和火锅一起的食材可能像是番茄、花椰菜、莲藕、豆类、马铃薯、菠菜、鱼类也行。但是如果你身边有人可能他们的肾脏比较有问题的话，就钾和钠的这2种类型比较多的食物都要尽量避免哦。4，不要因为是吃火锅就大鱼大肉，就吃很多肉类，要记得多加一点蔬菜，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蔬菜就好啊，没有关系的，可以多吃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在一开始的时候吃，一来先吃蔬菜，我们的血糖波动比较平稳；二来刚开始的时候汤头没有那么咸，因为蔬菜是比较容易吸收汤汁的，所以它会也会吸收很多盐。先吃的话可以减少我们不小心吃太多的盐，再来吃了足够的蔬菜，也可以减少我们会吃到其他加工食品的机会。第5点最重要，吃火锅的时候当然就是要和家人朋友多多聊天交流。当我们聊天讲话比较多的时候，你吃的分量就会比较减少，也就不容易会吃撑吃过量啦。马来西亚的新年我们其实都会吃很多年饼，你们那里有吃什么年饼吗？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那年饼的话，吃了好像有罪恶感，不吃又觉得没有什么新年气氛耶，那怎么办？如果你的年饼是油炸类型的，建议就搭配一些无糖的柠檬水，中和掉那个油腻感，同时可以促进消化。也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来增加膳食纤维，中间再加些水果一起吃，最好尤其是带点酸性的水果，像是黄梨啊、奇异果这样子，可以减少我们吃太多的风险，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哦。如果你吃的年饼是比较甜的，也可以搭配无糖的绿茶来增加抗氧化剂和减少糖分对我们血糖波动的影响。除此之外，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的年饼也是会有很多高糖高热量的，像是鸡蛋卷、蜂窝卷、薯粉饼、黄梨饼，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凤梨酥、紫菜饼、芽菜菇等等还有肉干，我们马来西亚的肉干是偏甜的，或者如果你们会吃萝卜糕、芋头糕、发糕这一类型的话，我接下来讲的这几件事你都要做起来哦。首先，把你想要吃的年饼放在一个小盘子里，不要抱着饼筒一起吃。像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抱着饼筒就直接这样子吃，你会不小心的吃过量，所以一次就吃一个小盘子的分量。如果还想要吃，明天再吃。所以在这小盘子里就选择你真的很想吃的，然后真正好好咀嚼每一口，享受每一个年饼的味道。再来就是搭配无糖的茶饮，像是刚才说的无糖的绿茶、无糖的柠檬水，这些都可以。最后就是吃正餐的时候少吃一些主食，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就是大部分的年饼其实就很多碳水化合物，所以你就吃正餐的时候着重再吃多一点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质，蛋、鱼、肉、豆、奶，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减少年饼对我们胃的负担哦。丰盛的餐桌上怎么可能会少了
稍微拼盘呢，或者是那些高油、高脂肪、高盐的，所以要注意这3点。如果是叉烧烧肉这一类型的食物的时候，就尽量搭配烫的蔬菜，像是菠菜、芥蓝、菜心、玻璃生菜等等都 OK， 来增加膳食纤维和钾，帮助钠的代谢，因为叉烧烧肉通常都是钠含量比较高的。同时这样子吃，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品尝叉烧烧肉的味道，也不会觉得很腻。在吃的时候也稍微多选那些瘦肉的部分，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取量。最后喝的水也是选择白开水或者是无糖的饮料为主哦。我建议大家吃咸的食物尽量不要和甜的饮料一起喝，因为你喝越多甜的饮料，你吃的食物会想要吃越咸，那样子其实也没有让你吃得比较开心吧。我相信新年期间有很多人会吃水饺，对吗？如果是在自家包的水饺的话，就建议蔬菜和肉类搭配一起包，那样子的话口感又好，又可以减少一些油腻感。搭配的汤可以是像萝卜汤、紫菜汤这种比较清淡，减少对胃的负担，同时还是可以补充得到水分。还有，既然吃了水饺，主食方面像是面啊、饭啊这种就可以少吃一点啦。记得我之前很多个影片都分享的那些重点嘛，食物的顺序、分量、均衡、多元化饮食，这些都还是要记得，不可以忘记哦。不要觉得因为是新年难得就吃到撑，要提醒自己明天还有下一个聚餐，吃到饱就可以了。每一餐之前都喝水，让我们可以好好享受每一个聚餐和家人朋友可以一起相聚的这个时间。不要懊恼，也不要烦恼自己可能今天不小心多吃了几个糕点，只要适量就 OK。最后一点就是餐后要去散散步，增加一些运动量。我最近也是在 social media 上面看到一些影片，就是大家会去玩那种大型的麻将，你要跑来跑去的，你也可以选择这一类型的游戏来跟家人朋友一起玩，又可以开心的玩，又可以消耗热量哦。最后，新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光，我们不要让怕胖变成我们的压力，要学会健康吃，用聪明的方式来享受每一口。我们也要注意在吃的时候都可以很认真的去吃，那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开心过个好年啦。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点赞和分享哦，谢谢你的支持，让我们开心健康的过个好年哦。我是素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按这里，谢谢。